中国最新数据出来了，比大家预想的还要糟糕。北京、上海这两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超一线城市，11月份的消费数据简直是断崖式下跌。咱们先看看具体数字。北京11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有1275亿元，比去年同期暴跌 14.1%。上海更惨，虽然总额高一点，有1443亿元，但也狂跌 13.5%。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可是中国最富裕的两座城市啊！我们再往前看11个月的累计数据，北京下跌 2.8%， 上海下跌 3.1%。官老爷们天天喊着消费复苏，结果连京沪这样的经济火车头都跑不动了，你让2、3线城市怎么活？更要命的是，如果你细看数据，会发现这次消费崩塌是全方位的。北京的餐饮收入跌了 4.2%， 商品零售更是从增长 1.4% 直接跳水到负增长 14.9%。而上海那边吃的、穿的销售额直接腰斩，分别暴跌 20.3% 和 7.4%。大家可能会问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我跟你说个有意思的事。财新网采访了一些市场观察人士，他们说了句大实话，这两座城市是中国外资最密集的地方，但现在人都跑了。过去几年，大量外企撤离中国，高收入人群也跟着走了，消费自然就萎靡不振。而且你别忘了，现在金融反腐搞得轰轰烈烈，那些高档餐厅本来就不好过，这一下更是雪上加霜。野村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说得更直白，按理说年轻人的消费能力应该比老年人强，但现在怎么着？大城市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，年轻人不得不离开北京、上海，到别的城市找活路。所以你看，这次京沪消费数据暴跌，可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，它暴露出的是更深层次的危机。外资撤离、人才外流、就业萎缩，再加上监管高压，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，连中国最强大的两座城市都扛不住了。而这两座城市的消费数据，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。他们现在都这个样子，你觉得中国其他地方会好到哪里去？我算了一笔账，这俩城市11月份加起来差不多少了400个亿的消费，按一年保守算，那就是4800个亿啊！这么大的窟窿，靠发消费券能补得上吗？而且更让人担心的是，这种颓势看不到尽头。往年到了年底，消费数据多少都会有点起色，可你看看今年，都快跨年了，数据还在加速下滑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老百姓的钱包是真的见底了，对未来也没啥信心了。咱们把时间往前拉，看看这10年的消费数据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。我跟你说，数字背后藏着的故事，比官老爷们想象的要精彩得多。首先来看个大数据，2023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勉强过了50万亿，听起来挺吓人是不？但是且慢，让我们往里面扒一扒。各行业的江湖地位是这样的：餐饮业霸占了5万亿，汽车行业跟在后面有4.8万亿，石油类2.3万亿，粮油食品1.9万亿，服装类1.4万亿。看着挺热闹，但是你猜怎么着？这些数字里有多少水分，那可就是另一个故事了。最有意思的是，这10年来只有4个行业顶住了压力，从来没有出现过负增长：粮油食品、饮料、烟酒、中西药品。这说明啥？说明老百姓就剩下吃饭、抽烟、看病这些刚需了，连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快保不住了，还谈什么消费升级？再来看看最惨的是谁？建筑装潢材料，这可是房地产的风向标啊！2020年之前，这行业年增速能到 20%， 比平均水平高出老大一截。结果这几年呢，连续3年下滑，而且越滑越快。
这就跟明朝末年的土地兼并一样，等到崩盘的时候，那可就是雪崩了。黄金珠宝倒是成了个另类。2020年之前，这行业说实话也就那样。但是这2年突然火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老百姓对经济失去信心了，都在囤黄金保命呢。这不就跟古代战乱时期大家都把银子埋在地底下是一个道理吗？最打脸的是所谓的口红效应。经济学家告诉我们，经济不好的时候，人们会买口红来安慰自己。但是现在呢，化妆品销售一路跳水，连这点心理安慰都没了。再说说电商，这可是当年的宠儿。从2014年开始，在双11、618这些购物节的加持下，网购规模一路狂飙，2021年就突破了10万亿。但是你看看现在，增长乏力，连阿里都开始转战线下了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连互联网这个造富神话都快讲不下去了。让我给你算个更吓人的账，按照官方的说法，全中国购物中心今年的客流量比2019年少了1/3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每年至少有2万亿的消费就这么凭空蒸发了。你说这些商场的房东怎么活？商户怎么活？员工怎么活？最气人的是什么？是这些数字还都是官方美化过的。我们都知道，很多地方为了完成任务，会把政府采购、企业采购都算进零售额里。这么一算，老百姓真实的消费能力可能连公布数据的一半都不到。在这个经济形势恶化的大背景下，电商、超市、商场这些原本熙熙攘攘的消费场所都变得冷清。大家的钱袋子越来越紧，连双11这种重要的购物节日，销售额都开始下滑。你说这种情况下，还有谁敢说中国经济一片大好？说到这儿，我想起一个细节，现在很多商场的停车场周末都空荡荡的。记得以前周末想在商场找个车位多难啊，现在好了，随便停，想停哪停哪。这不就是最明显的经济衰退信号吗？最后，咱们来聊聊2025年的经济前景。说实话，看完这些数据，我都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了。你们记得最高领导人刚上台时那股乐观劲儿不？经济学家们都说，按照线性思维，到2025年，中国就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了。结果呢？现在反而在讨论重返贫困的问题，这反差也太大了吧！我给大家扒一扒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数据。官方说，2017年中等收入人群超过4亿，2020年又说全面脱贫了。但是且慢，李克强总理2020年可是说漏了嘴，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才1000块。这还不算完，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石的研究更吓人。现在中国月收入低于3000元的人群，差不多有9亿。你们算算，9亿是什么概念？那就是说，中国10个人里面有6个人一个月连3000块都赚不到。这哪是什么全面小康，这分明就是在集体返贫啊！更劲爆的是，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的分析，他说，2021年到2023年的 GDP 数据比实际情况整整高估了10个百分点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这3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可能连3%都没到。看看这些触目惊心的现象，法拍房成倍增长，有的城市一天能上千套房子被拍卖。街头流浪者越来越多，以前只在火车站看到，现在商业区都能碰到。无差别暴力事件层出不穷，都是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人干的。前几天刚开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，说要帮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，但是你猜怎么着？他们更关心的是什么新生产力，而不是老百姓的生活质量。就像东北证券的付鹏说的，中产阶级正在迅速萎缩，这已经不是短期现象，而是结构性的转变。
2025年的政策是啥？加大财政赤字，发特别国债，降准降息。说白了，就是继续印钱。但是印的钱都进了官老爷的口袋，老百姓的钱包却越来越瘪。说到这儿，最让人心寒的是上海的状况。新年前夕，裁员潮一波接一波。一个30岁的女硕士被裁了，在沪打拼6年，就这么完了。吉悦汽车说倒就倒，几千号人一夜之间失业。有个中年男人的老婆被裁，回家哭了一整天，连饭都吃不下。最惨的是，网上有个帖子火了，说是全家就靠老人每月100块养老金过活。他家可真是齐刷刷的失业，孕妇1月失业，在家全职带娃；小弟是建筑施工，10月失业；老公是建筑师，11月失业；姐姐财务总监11月失业；姐夫程序员12月失业。你说现在这日子还怎么过？马上就要过年了，一家人大眼瞪小眼，除了叹气还能干啥？说句不太好听的，按照现在这个趋势，2025年别说什么高收入国家了，能不能守住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都是个问题。现在的情况跟当年改革开放前也没差多少了，就是重返贫困。所以说啊，现在天天喊着什么高质量发展，什么供给侧改革，这都是官老爷们自己在那玩的游戏。老百姓关心的是今天能不能吃上饭，明天会不会被裁员，后天房贷还扛得住扛不住。你看那些高净值人群不都往海外跑了吗？连官老爷自己的儿女都往国外送，他们嘴上说的再好听，自己心里也没底呀。这不就是中国普通人现在的生活状态吗？每天睁开眼就是在等死，等着房价死，等着股市死，等着工作死，最后等着自己也跟着一块死。